山的女子，今日凌晨3点被证实不治身亡。警方怀疑她是通缉犯山帆的女性朋友。山帆为了见他女儿最后一面，极有可能会在这里出现。如有必要，可以开枪射杀罪犯。吴警官，你把我引出洞了。 沙发去哪里？他报导营区跑掉了。大家注意，疑犯已经逃走了。沙帆在哪里？Sorry， 老大，我让山帆逃走了。你跟山帆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来这里是为了找你，对不对？山帆是个通缉犯，你知情不报是有罪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德伟，不用问了，我不需要他的帮助，一样可以找到山帆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既然他不肯合作，我只好用一些手段逼山帆出来。李小姐，如果在你离开之前，山帆无法再见你最后一面，他是不是会觉得很遗憾、很难过？是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由重案组接手，把他带走。Sir， 你们去哪车？ Sir， 让我参与这个案件，我已经想到办法逮捕山帆。小曼，你要当我是你上司吗？当然了。你上这行动，搞到通缉犯逃走，你要怎么向上头交代啊？当时我无法确定山帆是不是在这里出现，所以我不想惊动你。至于无法逮捕到山帆，我承认这是我失职。与这之中的案件，我一定会尽力去调查，不要再插手了 ，OK？ 李山留在这里会危害到其他病人，你要怎么处置他？我会把他转移到别的地方，然后用他做饵，引山帆上钩。山帆知道我们会严加提防，不会那么容易上当。
那你什么建议？我们先等一段时间，然后散播假消息，让山帆以为李珊已经病逝。到时他为了要证实这消息的真伪，一定会沉不住气。只要他乱了阵脚，我们有机会了。Good idea，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。Sir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有信心的。你在质疑我的能力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加上我们这一组的力量，不是更好吗？小曼，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这里。Sir， 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这么坚持不要让我参与这个案件？你在质问我？我是觉得这不像你以往的作风。这就是身为上司的好处，不用向下属交代。大包，不要再怪自己了，又不是你的错。山帆是为了要对我报复啊，才会害到你们的，不怪我怪谁？怪我咯，谁叫我是你的好朋友？你这样也可以的。哎呀，我认识那么多人啊，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看得开的。我是个在等时间的人呐，哪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当时最担心的是世珊。哎，还没有被吓完呢，你胆子真的很小嘞你。没有啦，山帆呢，随时会再来找我麻烦的。如果你真的怕的话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不要跟我走在一起啊。都说没有了，你这么烦啊你？怎么？开玩笑而已嘛，去哪里？大包，其实他心里很不好过的。我知道啊。希望你明白，他是真的被逼打电话叫你来这里的，不是真的有心要害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他的。几点？他们要带李珊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，是高度机密，所以不能说，对不对？是真的不知道，这个案件由我上司接手，我已经被警告不要插手了。不是吧？那你以后不再追查宇哲的下落了？我像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。山帆呢是最恨别人背叛他的，他现在肯定要杀我的。喂，那我接下来不是很危险？什么？你不要假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有生命危险呢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已经被抽离这个案件，我还能怎样？喂，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线人，怎么说也有苦劳的。你不要一说不干就不管我的死活，你们不要一过了桥就这么快抽板的吗？你这么怕死，怎么当线人呢？他的目标不是你，当然可以说这种风凉话了。喂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不要这么紧张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安排人去保护你的。啊，这是你说的啊！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要负责。大包姐啊，对不起，做梦，不用这样夸张吧？大包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。山帆说会在我妈面前杀死我的，所以我才……我明白，我都没事，不会怪你的。没义气啊！我看不起你啊！你们以为我要的啊？他拿刀指我这里，我能怎么样啊？我们跑江湖的不能这么贪生怕死的，太没种了。这个家可以没了你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大包姐。你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屁呀！这差点被干掉的是我啊，又不是你们。当然讲话这么大声了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现在大家都没事了，你们不要再怪他了啦。同样是一家人呢，就要同生共死，你死我亡，知道吗？洪朝哥，你死我亡不是这样用的。是没？整这13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好好反省吧。
是，我贪生怕死，你们就厉害啦。哼，换事是你们啊，一定被吓得屁滚尿流的。哎呀，你做错事情还敢顶嘴呀？啊，你还跟我凶啊？来呀，怎么样？早在3、4年前我一刀pier死你啊！你有本事现在砍啊！来呀！算了，我不配做你们家人了。13，喂，13，走了。怎么这样对他？说说而已嘛，又不是真的怪他哦。是咯，他这么激动啊，分明就是心虚。他妈妈现在情况啊不太好，可能随时都会走了。他现在心情已经够难受了，你们还火上加油，搞不好啊离家出走跑去自杀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他很胆小的嘞，应该不会自杀的哦。来，干什么？对面那个男的，啊，有没有？那个男的啊，哦，怎么样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不对劲？没有什么不对劲啊。没事了。还有呢，你看那个女的，那个穿蓝色衣服女人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看不出来呢，他们2个啊都是暗中来保护我的警探呢。是吗？哦，哎，那个男的我认识的，叫洪七公啊。地港地啊，1年前就在那边卖tissue paper嘞。保镖哦。400古金啊，还说会暗中派警察来保护我。秀玲以前是曲棍球队的队员吗？他很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，所以才对曲棍球有兴趣。不过高中之后他就不再打了。那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经过，跟我来，秀玲要见你。秀玲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！你跟我来就是了。老大干什么？秀玲的洋名叫什么？上一次问过，好像叫卢西安娜。这就对了。淑芳在临失踪前刚练习完曲棍球，后来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这支球棒，就马上认定是她的，其实根本不是。那这支球棒是属于谁的？球棒上刻有 LU.A， 我相信这是代表女球星 Luciana Andrea 的名字。上次在秀玲的房间有看到她的海报，秀玲是她的球迷。这么说，这支球棒是崔秀玲的。所以球棒上有秀玲的指纹，一点都不奇怪吧？可是崔秀玲半年前到马来西亚旅行，发生车祸又被卖回新加坡，她怎么可能带着这支球棒呢？关键就在这里。老大，根据黄淑芳做的拼图，我查到这个神秘女子的身份，她叫徐梦蕾，今年21岁，是舞台剧的全职演员。徐梦蕾小姐，我们是警察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怀疑你涉嫌一宗绑架案，需要你协助调查。副警官，秀玲呢？她在哪儿？你放心，她没事。我现在就想见她。对不起，你暂时不能见她。怎么了？你们还在怀疑秀玲是绑匪吗？她已经洗脱嫌疑了。那还不赶紧把她给放了？我要去见她。
崔先生，我们怀疑你跟一宗绑票案件有关，现在正式拘捕你。你要选择装聋作哑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就是绑匪。崔先生，你不说没关系，我帮你说。你会选择黄淑芳当绑架目标，原因是因为秀玲和淑芳有过冲突，足以造成秀玲绑架的动机。选择一个熟悉的目标也比较有把握。绑架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调查黄淑芳的行踪，这样可以找出一个最佳下手的机会。于是你到淑芳就读的学院做环境调查。当时你看到淑芳和 Laser 常在学院后的原地约会，那里相当僻静，很少人走动，于是你决定在那边下手。你相当细心的在四周围检查，当然不会错过在附近的监控摄像机。虽然你很小心，但我们还是查出有人目睹你在淑芳的学院出现过。绑架计划的第二步就是找出一个秀玲的替身，他叫徐梦蕾，20岁，是名全职舞台剧演员。你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，让他帮助你。徐梦蕾小姐，啊，你好，我是崔浩东。是这样的，我想拍一部短片，请你依照我所写的给设定的人说。还有，我会在暗中进行拍摄，请不要告诉被拍摄的人我的存在，因为我想捕捉人最真实的反应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很欣赏你的演技，就不知道徐小姐有没有兴趣参与演出呢？徐梦蕾觉得你很有创意，就答应你的要求，但却完全不知道你的真正用意。到了行动当天，你安排梦蕾出现在现场，特意经过监控摄像机。当时你看到 Laser 和淑芳吵架，过后 Laser 离开时，你又故意安排让 Laser 看到梦蕾出现在案发现场。接着，你让梦蕾按照剧本对淑芳念出这句对白：“你是谁？你跟我来，秀玲要见你。”秀玲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！但你却没预料到 Laser 会回去找淑芳，让他看到这幕情景。解决 Laser 之后，你再把淑芳打晕，回去学院后的原地布置成淑芳被绑架的情况，并留下一支曲棍球棒。球棒上有秀玲和淑芳的指纹，也有淑芳的血迹，让我们更加相信是秀玲干的。可是你却忽略了一点。这里显示球棒是属于秀玲的。秀玲失踪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把球棒带在身上，所以唯一能动用这支球棒的人，只有你。绑架计划的第3步，你预先录好梦蕾的对白，打电话给淑芳的父母要赎金，然后通知 Laser 去收赎金。别动！放下！不是，放开我！你这么做的目的，是要 Laser 亲口告诉我们，案发当时他有看到这位神秘女子，让我们进一步相信绑匪是秀玲。如果我真的是绑匪，我为什么要陷害自己的女儿呢？你绑架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陷害秀玲，而是要我们相信她根本没有死，对吗？
你打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我第一次到你家去拜访时，我就感觉到你强烈的欲望。他没死，他不可能这样就离开我的。我跟秀玲是很亲的，我可以感觉到，他还在某个地方生活着。他之所以不回来，很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，阻止他回不了家。所以我才要你们警方帮忙。可是，你们就是不把他当成一回事。那种非要找到秀玲不可的决心，将会逼你不择手段，甚至为了达到目的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当时我猜想，你会不会设计这种绑架案，目的就是逼我们帮你找回秀玲。你真的那么肯定那是我做的？过后我有去试探你，让你知道我们怀疑秀玲。怎么？秀玲她出事了？秀玲牵涉一种绑架案，我们有足够证据证明她是绑匪。尽管你有把握不会连累秀玲，你还是担心会弄假成真，害秀玲被冤枉是绑匪。所以不久之后，你就把淑芳释放了。当时我才完全肯定你是真正的绑匪。没想到，还是被你看穿了。崔先生，你太爱秀玲了。你只是要我们帮你找回女儿罢了，何必那么大费周章呢？绑架的罪行是很重的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们能帮我吗？我已经报了案了，可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说秀玲已经死了。秀玲的确被证实死亡了，谁知道她会故意不出现的呢？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我们父女相连。我知道秀玲还没死，可是就是没有人相信我，没有人伸出援手来帮助我。最后，终于让我想到这个方法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逼得你们帮我找秀玲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我并没有错呀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尽管你的出发点有多堂皇，你还是犯罪了。当初我做这个抉择的时候，我就有心理准备，要承担一切后果。只要秀玲没事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现在我只想见秀玲一面，拜托你们，让我见她一面好吗？啊，求求你！胡金环，我求求你，你行行好好吧。你爸想见你，但所有人都相信你死了，他却没有放弃。为了找到你，甚至用这么极端的方式。无论他以前怎么对你，还是无法抹杀他对你的爱。我知道你非常怕他，但你真的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或许你可以想想，这段期间里，你最想念、最放不下的人是谁？等一等。秀玲，你还好吧？这段日子，爸爸真的很想你。现在见到你没事，
爸爸就开心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不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一直以来，把你当扯线木偶，是我太自私了，一直强迫你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，从来就没有过问你的意愿，也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以后爸爸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孩子，你得答应爸爸一件事，你从今往后，你要学着好好照顾自己。爸爸。没想到崔秀玲的爸爸为了找女儿，这样去搞出一种绑架案，也太夸张了一点吧？崔浩东对女儿的爱是很深切的，所以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。虽然是变态了一点，可是真的很感动。天下父母心，为了自己的子女，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。人为了爱可以不惜一切的做出很多出乎常理的事，不过太多的爱也是一种伤害。这个我也明白。当年我爸爸为了要我成才，也是发了疯一样逼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。当时我真的很反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要不是他以前教会我很多东西，我在当线人的时候早就死翘翘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两父女为了这件事倒是和好了。虽然付出的代价是很高，但却是值得的。哎呀，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警察不好啦。又来了，又想说什么？如果你早点尽力帮他找到女儿，他就不用发神经跑去绑架人了。原来你们警察也是要人逼才会积极做工的哦。被逼？好，你这么厉害，我把所有在48小时内发生的失踪案交给你处理好了。好啊，其实很多案件啊都是由失踪案开始的。如果早一点找到那些失踪的人，他们就不用被人家害了。一年到头，这类的案件很多，你行吗？行，当然行了，不然你以为我大包是白混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你啊，我帮你们警察做这种事情，有没有线人费的？我看你这么热血沸腾的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哇，原来你真的要我免费帮你查，我不用吃饭了。唉，说的这么堂皇，到最后还是为了赚钱。我看正义是不存在的。喂，你说这句话就不对了哦。我做好事是对的，我赚钱养活自己也是对的，关正义感什么事？我瞧不起你。这么厉害，你做警察，你不要拿薪水了。算了，我们警方不需要你的帮助，回去给浪大概吧。OK 啊，你自己说的，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这句话。一位署名李珊的女子，今日凌晨3点被证实不治身亡。警方怀疑她是通缉犯三番的女性朋友。由于李珊没有亲人，目前无人前来认领尸体。根据发言人透露，警方将为李珊办葬礼。如有认识李珊的亲友，请拨打警方热线电话。杀犯为了见他女儿最后一面，极有可能会在这里出现。他身上有枪，是个高度危险的罪犯，大家小心，提高警戒，
如果有必要，可以开枪射杀罪犯。Yes, sir. 李小姐，原来你就是阿比呀！阿比，这是林阿姨。我是宇哲叔叔的好朋友，我叫大包，所以你可以叫我大包阿姨。为什么你叫大包？因为我喜欢吃大包喽。宇哲叔叔去了哪里？宇哲叔叔啊，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做工，所以要我来看你啊。为什么他不要跟我说拜拜？因为他有很重要事情赶着去做，所以来不及跟你说拜拜了，所以他要我帮他跟你说 sorry 咯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大包，什么是你啊？怎么在这里啊？看他咯，阿比来，我跟你介绍，他就是阿比呀。我叫小曼，是 CID。不要相信这花很低的话，我才是宇哲叔叔真正的朋友。阿比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阿姨她有个外号叫白骨精啊，所以你可以叫她安迪白骨精。我是安迪，你不就是阿嬷啊？哇，你看这安迪生气了，我们自己去玩。没有我啊。嗨，有几个关于阿比的问题想问你。宇哲在孤儿院里住养了几个小孩，不过他跟阿比比较投缘，所以他常常带阿比出去玩。哎呀，不怕跟你说，我之前还怀疑啊，阿比是宇哲的私生女。当然不是了。你好像松了一口气哦。哪有？我知道了啦。什么？其实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喜欢宇哲，所以记忆他有私生女。你胡说了。喜欢就喜欢啦，干嘛怕承认？像宇哲啊这么好条件的男人呢，你喜欢他也不出奇啊。不过呢，喜欢他的女人从这里排到 JB 也都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耶。说够了吗？现在宇哲啊，应该很想念阿比，一定很担心他没人照顾，不如让我来领养他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要领养也是我来啊。你照顾小孩子啊？你们当警察的一天忙到晚，哪里有时间？说好过在你手里变坏女孩。嘿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认定我一定会教坏小孩子啊？你忘记你家里的3个怪胎啊？天哪，我是不会让阿比落入你们的手里啊。OK 咯，那就要看阿比要跟谁。好，就让他选择，你输定了。新闻报道说李珊已经病死了，是真的吗？你认为呢？我知道啦，你们警方是故意设这个圈套，要引3番出动，对吗？去哪里？我送你啊。这么好死，上车啦。怎么了？胡警官，你把我引出洞了。OK， 你不要乱来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把你的配枪拿出来。喂。3番，你想怎样？李珊在哪里？在灵堂。说谎，他到底在哪里？他真的在灵堂。他还在医院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要设圈套，让你去医院，可是担心你会因为严密保安不敢冒险，所以我们特地把李珊带去灵堂，目的是要你觉得有机可乘，引你去那里。凡哥，他应该不敢骗你的。给我闭嘴！
知道出卖我的后果吧？如果你杀了我，他不会让你见李珊的。没错，如果你伤害大包，你就不用想去见李珊了。是吗？就试试看。我说真话的，李珊的确在医院，不过没有我的帮助，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她。小蜜，去通知 Andrew，沙帆跟老大会到医院去。国光，通知 B 组一起行动。我当你的人质，带你去医院，不过你要放了大包。你们2个都要跟我一起去，上车。帆哥，真的厉害嘞！到现在警察都抓不到你。不过这套去医院就很难说了。再怎么危险，我也会去。没想到你还这么情深意重。小帆，那天你也找宇泽警官一起失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标签里面的病人，他是病人的家属。去见李珊。沙帆，他在这里，他已经死了。不，他不会死的。他3天前自杀，他真的死了。他为了不要让你冒险来见他，选择自杀。我们曾经要求他合作，他完全不妥协，宁愿提早结束生命，也不愿意背叛你。真相，你应该知道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会来看你。 在哪里？那天你们一起失踪，是不是一起离开案发现场？说。什么？什么？沙帆！
刚才我已经可以制服他了，你根本没有必要开枪的。我是怕他伤害到你，我才开枪的。是。山帆死了，唯一可以找到宇哲的线索断了。当时宇哲手里有枪，完全控制局面了。为什么让山帆逃走？如果山帆有机会反击的话，一定会当场伤了宇哲。宇哲又怎么会失踪？难道还有什么比逮捕山帆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？不可能，宇哲部署这么久，都是为了逮捕山帆，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放过他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你干嘛这么近啊？我认识山帆1年多，一直觉得他是个冷血动物，没有想到他对他女人这么有情有义。不管多么凶狠的人，在他爱的人面前，都会变得软弱。这也是他的弱点。山帆一直是个多疑的人，他明知道这是个陷阱，他死还是要去看，就是为了想要知道李珊到底怎么样。李珊迟早会死的，他太执着了。唉，他真的是聪明一世，笨在一时，很感动哦。这么容易被感动，感情很泛滥。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当然有啦。有，这样都被感动，你肯定啊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啊。我像是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吗？像啊。哎呀，我同情你啊。什么同情我啊？啊？哎，那你有过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啊？跟山帆对吗？黑痣，说出来你也会感受到爱情的伟大的啦。跟他们都有一腿的，你不要骗我啦。有机会的。